尤其是2008的次贷风暴，让大量的中产破产。就像唐朝的衰亡一样，杜甫在天宝年间写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其实就是同样的问题。任何的国家只要从盛转衰，都会出现这个斩杀线的事。所以有一句话说叫"成与萧何，败也萧何"，其实就是跟美国现在问题很像。罗马共和国末年跟罗马帝国末年的问题，刚好跟美国现在很类似。那早年的美国，它的设计就是以罗马共和国作为样本。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什么是美国斩杀线？就是说啊，在美国的社会，中产阶级他可能因为某些原因呢，瞬间就跌出中产阶级，并且沦落到社会的底层，变成流浪汉。那变成流浪汉以后呢，他很可能在几年内就死亡。一般不吃药，也就是说不吸毒的美国流浪汉的话，一般大概有5到7年的寿命。但是如果吃药的话，他会缩短到2到3年。房子被拍卖，车子被拍卖，身无分文，因为信用破产，所以再也借不到钱，什么都做不了，他只能透过打零工来生活。但是因为信用不好，所以可能连找工作都困难，人家宁愿用廉价的移工，也不会用一个信用破产的美国，可能是一个40-50岁的一个中年的大叔或者是大妈。然后他进入的流浪汉之后，昨天我们跟世修就有聊到，因为美国的气候极其严寒，所以呢，成为流浪汉之后呢，他很难在生活上自持，他吃的太少了，他大概就饿死了、冻死了。那另外呢，讲到中国缩写线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中国缩写线指的是目前大家讨论的方向，主要是指说中国社会是能兜底的，你不会因为一次失败或者是怎么样的状况就被社会彻底淘汰跟放弃，国家是会照顾你。斩杀线本身这个现象为什么会出现？是说在特朗普上台之后呢，美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让美国人民的生活成本大幅度提高了。当然，我们首先知道这个特朗普开启了贸易战，说不是这一次贸易战，是2018年的贸易战。然后呢，很多输入品的价格就升高，但这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其实还是它的医疗成本变高了。很多人一个月呢，就是原本是医保是$400多美元，现在一下子变成$2000多美元，很快就会发现自己交不起医保，也获得不了正经的医疗。那他就得忍着病痛，忍着病痛之后呢，痛还是得吃止疼药嘛，止疼药吃多了，他就得去吸毒。所以说，人们突然发现这个斩杀线这事儿不仅仅是关于破产，而是你掉下去之后怎么都逃不过了，就是终有一死，而且很快就要死这个问题，让大家就是觉得很惊讶。假设是一个人去留学去了美国，他其实是不会接触到这些社会底层的，他也不会把这些信息带回来。所以我们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信息茧房。其实这个斩杀线的事情呢，最后还是跟这个中美竞争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本来美国这个新时代的帝国主义呢，它是把剥削输出到了中国，但是中国也通过这个过程呢，我们本来就是起点很低嘛，反正呢，虽然你剥削我，但是我们还是获得到了利益。但是特朗普让我们顾打之后，一个他失去了中国市场，你就发现近2年很少有人去谈什么中国市场的事情了。然后另外一个呢，他也失去了廉价的劳动力，所以他就只能去压榨自己的人了。美国自己的问题就会变得非常严重。斩杀线它实际上很多人以为它是一个固定的金额，它实际上它是根据你的身份阶层它是发生改变的。是当幸福来敲门的那个案例嘛，那个主人公哪怕住在了厕所里，他也要保证自己有一套干净体面的西装。就历史哥你也很在意西装是吧？就是假设你可以想象你自己不穿西装去参加什么政论节目吗？其实也不会这么想象吧。但是美国它更严重的在于什么呢？一群人，一个人想要融入一个圈子，它是有一定硬性要求的。你要生活的体面，你要住在高尚的社区，要有车，要有房，要有狗，什么什么一大堆的。然后最后你还要有一个体面的学历，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成本。一个小贩儿，他可能他的斩杀线是2500美元，但对于一个银行家，可能几十万都打不住。这就是这个问题。一旦你被斩杀之后，就是说你付不起这些房租、房贷什么一大堆，然后你就没有了稳定的收入，你就再也融入不了这个圈子了。这才是斩杀线真正可怕之处。每个人有自己对应的斩杀线，不是因为你生活过了这个最低的贫困标准你就安全了。
就说到这个斩杀线，我第一个想到的概念就是金融市场那个爆仓这么一个事儿。就但凡是带杠杆的金融产品，都存在着爆仓这样一个游戏规则的一个设计。所以我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人是不是天生就要面对这种带杠杆的金融游戏？他们没有选择非杠杆游戏的自由。我在这里要强调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美国人到底是不是不想储蓄？我们原来可能只浅薄的理解说，美国人不想储蓄的原因是不是这种叫今朝有酒今朝醉，就今天花完就今天完了，是吧？但是你如果单纯的从人性上来讲呢，你明天人都没法活了，难道还不想储蓄吗？你松鼠都知道这个要收集松果然后越冬的，对不对？所以我自己理解就是他是在一种就是有杠杆的游戏之下做不到储蓄，不是说我不想，是不能。第二个事儿呢，就是为什么这个词儿在今年年末火了？我概括呢有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东升西降，第二个呢就是中国人对美国的一个深层理解，就是目前就堆叠到了目前这个状态。这里面最典型的事件就是今年年初中美的小红书对账。那我想强调呢是这里面的第3点，就是基于前2项的积累，那么接下来的一个事儿就是什么呢？我们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理解的意象，就是斩杀线这3个字。对，结合我刚才说的这个认知冲突啊，让这个事儿低成本的扩圈。所以我的问题是，台湾是不是好像也有斩杀线？但我始终找不到这个怎么样去描述这个斩杀线。台湾不太会有斩杀线。我在思考说各个地区是不是都有斩杀线这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去描述它。美国人比较少储蓄的原因是因为牵涉到第一个，他的那个整个的社会是依靠的是他们的信用制度在存活，另外一个是牵涉到他们的税制的问题。什么是信用制度呢？信用制度的建立呢，包含是你缴你的每一笔的信用卡的账单，你的每个月所缴的，无论是水费、电费、电话费等等这些，那它是靠着这个所有的这些历史呢去建立你的信用。所以像当初我刚开始去美国留学的时候，我是完全没有所谓的 credit history 的。我一刚开始要申请 credit， 要怎么办法累积我的 credit？ 我变成要申请从一个小额的一个只能刷600块美金的信用卡开始。那只要我能够保证我的每个月所有的账单都能够准时缴的，慢慢我的 credit history 就可以建立起来。那你的 credit history 一旦建立之后呢，你以后的你的买车、你的买房，然后它是根据你的 credit history 的积分，然后去看你的利率是多少。那只要你有一次你没有办法准时缴，或者是说你的支票跳票了，那这个就会造成你的这个信用上面的扣分，那就变成你以后呢，你就开始车贷的利率会上升，房贷利率会上升。所以美国人他所有的每个月的工资基本上都在应付账单。然后另外一个是美国的税制的问题，美国的税制事实上也是不太鼓励你有什么太多的存款的。美国事实上的它整个税制里面，它有很多所谓的 tax deductible item， 就是可抵税项目。像我以前最夸张的时候，我以前在美国养马，我养马的费用事实上都是可以抵税的，所以它整个它是让它本身就是鼓励你消费的。这是为什么美国人很少有人在存钱的原因。所以呢，只要你一旦没有工作之后，那你就会马上就会面临房贷、车贷等等信用卡债务等等这些问题。我觉得斩杀线这个状况其实从古至今都存在，而且都刚好是由盛转衰的王朝容易产生的状况。所以我们以前古代不是有一句话叫做“猪本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个其实用历史的角度来讲，斩杀线不是一个不常见的形态，而是一个很常见。当宗教热忱消失，剩下的只有冰冷冷的工具理性，人们不再是使命感而活，而是纯粹的利益与感受享受，就是这个叫祛魅。其实整个美国社会它其实有很多美国人自己也有谈到精神内核的消亡。那这个精神内核跟它的创国之初创建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这个国家它是新教的国家，但是这个国家现在已经不把新教当一回事，所以它某一种程度上它的核心价值观不复存在的时候，那它自然而然就会沦落到只剩下利益考量的一种机器的模式，所以就变成有一句话叫没有精神的专家，没有情感的享乐者，这是现在美国很贴切的问题。所以他们为什么很多人在谈斩杀线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好像是有一个大手去把它笼罩起来，它更像是纳粹的那种搞法，就是每一个社会的螺丝都想尽办法不让人能够从底层爬上来。
它已经是变成这种状况了。所以你只要落到这个线以下的所有的专家、所有的官方的工具，它完全就是想办法把你剔除到这个体系之外。所以以前我们学过，像是执政官、元老院跟民会，其实它这个就对应到美国的总统、参议院跟众议院。那地方的关系跟罗马还有行省之间的关系很雷同，联邦政府跟州政府，那罗马就是共和国政府跟行省的政府，他们的运作模式都很雷同，只是这种模式到后期的时候就逐渐失衡，也就是权力失衡了。那权力失衡其实跟罗马的权力失衡其实跟罗马向外扩张有关。同样的，美国的权力失衡其实也跟美国的向外扩张有很大的关系。它不断向外扩张的结果，就是慢慢的利益分配也逐渐出现问题了。所以1950年代，艾森豪威尔才会说，你们要特别注意军工复合体的问题。然后这个问题，艾森豪威尔讲完以后，接下来没有人去解决，所以问题就越来越大。所以现在美国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它的军事负担已经远远超过它财政能够支撑的状况。所以当你的国家的绝大多数的财政都是投入到军费上，然后你的军费又制造出新的账单时，你的国家根本没有余力去照顾那些贫困线以下的人，因为你光是要重新解决这样子的财政问题，你就不可能去面对这些遇到的状况。所以利益分配的失衡，其实这个美国很明显。我们在讲斩杀线的时候，一定要去谈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你不去理清楚，你无法理解这个国家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因为早年美国是有一些最低的社会保障的能力的，上个世纪的美国，甚至于20世纪以前的美国，它为了要能够跟苏联对抗，它其实有很多社会保障的体系，甚至于到现在是可以借鉴。可是如今这些体系都一个一个崩溃掉，或者是它已经没有办法使用了，其实跟它最上面的政治已经整个混乱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它有罗马共和国的病，可是它却没有罗马帝国的改革的能力。因为时代不同了，罗马共和国那个时代资讯传播的速度很慢，所以社会要形成共识相对比较容易受到统治者的引导。可是不是，现在美国是互联网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化，这种两极化它完全没有办法有效解决问题，所以变成说整个社会是没有办法凝聚成共识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们的经济基础完全不同，罗马共和国至少还有个实体经济，可是现在美国是已经没有实体经济了，它已经高度仰赖虚拟金融跟高度依赖所谓的全球分工。所以为什么川普一直想要把他的工业回流到美国，因为他清楚知道美国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没有实体工作，没有实体经济，没有实体经济直接导致美国的巨大空心化。如果你没有一个基础的实体经济的话，任何的改革都是空中楼阁。可是他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他想要把它引回来也很难，所以我只能说最终美国很有可能的结果是大多数的人都会改革失败。对，因为里面的利益结构已经太庞大了，然后庞大到说没有人有办法去解决美国现有的问题。我觉得现在美国面临到最严重的问题是内部的撕裂无法获得共识，所以整个国家已经开始走向一个衰败的路程。这是瑞士银行在2022年做的一个图，它是这个轴呢是越往右，就是0到100是越来越负，然后这个是大概世界所有人口在一个横坐标轴上的一个分布，就是每个国家我的多少阶层是怎么样分布的。我们可以看到只有中国大陆，这应该是大陆的数据，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纺锤型，就是我们在最左边的人很少。这就是刚才陈老师说的，因为为什么美国人他的财政负担不起，比如说我们讲的脱贫攻坚，因为我们的尾部不是那么多，而且我们的经济呢，我们的有实体经济支撑。就是刚才大家都在讲美国，我来讲一讲大陆。大陆的扶贫其实始于80年代，但是当时的扶贫是靠去发物资去解决当地的一些生活困难的。现在国家有个系统，你如果觉得自己生活可能受到冲击，就比如挽回贫困，你可以向当地的居委申报，我要纳入这个系统，社工就会派人上门来核实你是不是真的贫困。一旦你被认定为需要重点监测，那是会定期有人来回访的。所以说我们在社会这个底层不像美国那么原子化，美国的底层社会真的教会黑帮，就是这是环环相扣的。然后在扫黑除恶结束之后，那我们可以确保地方的产业的钱不落到黑社会的口袋里。然后我自己原来也是大陆公安出身，
我还是回归到一个问题，除了传统的弱强食的这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 vs 中国这边的所谓的以天下苍生为念，就是人力己逆的这种天下大同的那个概念之外，其实因为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美国这段时间因为经历过工业革命之后，再加上那时候它是工业最前段班的东西，所以很多人就忽视掉它这造成的社会不公这个东西。那中国反而现在强的原因，就是因为去走了美国最不愿意走的一条道路，就是它从资本主义往社会主义道路走。那社会主义道路其实它有两个很大的重点，是造成中国今天它不会有斩杀线，也不会有什么锁水线，就是真的是往天下大同那个东西走。就是第一个就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国家会保障你基本的工作权，只要你肯劳动，不会像资本家一样冷血把你抛弃掉。所以你看大陆很多人一旦落到社会底层，你愿意去学炒个粉，你愿意去做那个外送，你马上又有工作，然后又复活过来。上图它是美国那个 Newsweek 的一段文章，我截取的其中一段啊。我还记得之前大家刚刚就包括馆长刚去大陆的时候，其实发了那个哎呀这个怎么好之后，青鸟就说啊中国薪水那么低对吧？然后说中国基本工资那么低，你们想这样吗？怎么的？其实这个就很好，就是解释这个东西的。因为你去看美国，他买这种奢侈品是很便宜的，他们认为，但是他们反而他对于这种基本保障，它是非常非常贵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斩杀线嘛。你平时可以尽可能去花钱，因为花钱资本家是赚钱的，但是到了要资本家来保障你的时候，不好意思，这些钱我赚了不是给你用的。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问题嘛。我们中国人喜欢说以人为本，我相信在台湾，虽然现在那么乱，但是我相信在台湾大家的基本的价值观都是一样，以人为本嘛。但是美国它不是这样的。我讲我的故事给大家听哈。2008年金融海啸，美国斩杀线，它最恐怖的点是在于什么？它不是斩杀自己人，它连全世界的人都跟着斩杀。那时候我曾经是在金融业嘛，也是年薪100万的时候，最惨的是什么？那时候的利率大概3%、4%还是5%，我忘记了。假设是5%，可是你一年的报酬率是30%，去借钱，结果借钱完之后呢，然后美国的2008年发生了雷曼兄弟嘛的金融海啸，搞下去，所有人的钱当下不管你丢1亿、1兆还是1000万，马上都腰斩。如果是有钱人，当然没有关系嘛。今天我们讨论的是什么？一般人。当时候我去融资，我整整倒下了10年。可是好点是在哪边？我在台湾嘛，我们保底嘛，我们只要努力工作，整个家族在帮助你的状态下，我花了整整10年，到我35岁的时候，把所有债务给还光。我们先讲一下，就说几个层。第一个，为什么受到高度关注而破圈？主要是因为中美激烈冲突之后，有很多事情呢，从大框架慢慢进入到生活的对仗。大框架是什么？就我跟王小常在谈的国际地缘政治各种方方面面啊，但是慢慢进入到生活对仗。而进入到生活对仗，它是有个前提的，是什么呢？因为当时啊，我们说的 TikTok 差点被关嘛，形成难民潮嘛，所以那是第一波直接的对仗。什么叫对仗？就大家对对看，到底实际你的生活状况是不是有中间受到不同的媒体啊、媒介啊等等上彼此有误会嘛？所以大量的 TikTok 难民就涌入到了小红书，小红书也迅速的发展出了这个一键翻译的功能，所以就对生活之间的理解，大家就开始重视到这个，原来老百姓是一样的但是国家不一样，当然主体文化有其不同跟差异之处，但是在阶级的方面，尤其底层的方面，大家的关注点其实都相似，也就是日子人嘛，全世界大多数的人都是日子人。但是有个东西不断在发展是什么？就是2025年今年一整年，突然之间从压力很大变成居住对等，这是川普甩锅甩得很快，那个甩尾甩得很快嘛，所以照这样的话我们就往前推进，所以这个事情的破圈的基础就在这里，然后大家有更多的兴趣，这个兴趣当中如何的去理解到美国的弱点，更证明中国在这一局里面至少站到跟美国平起平坐，甚至有超越之势的部分。而这里面最大的差异是什么？就是两边社会制度的落差。中国大陆就是一个确切的社会主义，而且搭配上我们老祖宗所留下来的一个历史文化的传统。可是对于资本主义的美国来讲，这些人的淘汰其实符合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不影响社会经济然后最后呢，其实被高量讨论，其实还是回到一开始所讲的，当中美进行直接性比拼的时候，人民也在直接性比拼，而中国老百姓既同情美国老百姓底层的遭遇，也
庆幸自己的国家，然后优越自己的制度，那也填补上了中国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心里所需要的那一块荣誉感的增强。所以台湾人为什么对这件事感受不深，是因为台湾事实上就是社会主义嘛。这样台湾对于谴责美国这件事情没有大陆民众来的这么强烈的需求，所以自然而然台湾人对于这个讨论就不多嘛，甚至没有感受。